从最简单的微生物到昆虫，再到人类，所有生命其实都在遵循一条共同的基本规则。它们被生下来，然后慢慢长大，接着变老，最后走向死亡。这本来就是自然写下的通用规则。直到有一个物种似乎并不打算乖乖照做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以为我要讲的是某种特别冷门的，只能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细菌，或者是埋在地底深处的什么怪异真菌。但主角其实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龙虾。从出生到死亡，龙虾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在长大。它们的细胞表现出一种似乎不会真正变老的特性，能够异常持久的分裂，几乎看不到那种明显的崩解退化迹象。而你得先明白一点，这事儿几乎是在和我们熟悉的生物学基本规律唱反调，也是在和整个自然界较劲。所有被制造出来的细胞理论上都应该变老，最后死亡。可为什么龙虾好像永远不会老？在所有动物当中，为什么偏偏是它们仿佛被宇宙点名，成了那种可以一直活下去的存在？那如果一只龙虾真的活得太久太久，最后又会发生什么？在大多数动物身上，衰老其实是写进系统里的，细胞不断分裂磨损，最终停止工作，肌肉会变弱，器官运转变慢，整台机器就这样一点点走向停摆。还记得那只叫 Scarface 的传奇雄狮吗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它动作迟缓，身体虚弱，一看就知道已经被岁月磨到了极限。但凡见过它这么倒下的人，都不会忘记它曾经是怎样一头彻头彻尾的怪物。它单枪匹马撕碎过不止1、2只对手，干掉过400多只猎狗，击杀了100多只竞争对手的雄狮，从巅峰到衰弱，肉眼可见的下滑，这就是衰老。可一只90岁的龙虾爷爷在正面硬刚里，照样有机会打赢一只年轻龙虾。一开始让科学家注意到这个现象的，并不是某一只特别离谱的个体，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。研究龙虾的科学家发现，很多年纪大的龙虾看起来并不比年轻，个体虚弱。事实上，很多老龙虾反而更大只、更有力，而且繁殖能力也更强。这显然跟我们熟悉的衰老模式，几乎所有其他动物身上的那一套完全对不上号。所以科学家很自然的就开始追问，为什么这些龙虾到老了还完全停不下来？正当大家快被这个问题逼疯的时候，他们发现答案藏在一种酶里。龙虾会制造一种叫做端粒酶 （telomere） 的东西，而且不是只在年轻的时候有，而是一辈子都在源源不断的产生，这非常不寻常。在大多数动物身上，端粒酶的活性在成年之后就会明显下降，甚至关停。接下来衰老程序就慢慢启动了。我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，每当一个细胞分裂一次，它那一串 DNA 的末端，也就是所谓的端粒 telomeres 就会被削短一点。当端粒被磨得太短，这个细胞就再也分裂不动了。接下来就是功能退化、损伤累积，最后死亡。这有点像鞋带末端那节塑料头，一旦磨坏散开，整条鞋带就开始散架。而端粒酶做的事情就是把这节塑料头修好补齐，这样一来，龙虾的细胞就能一直干净利落的分裂，持续高效的更新，既不容易大面积崩解， DNA 也不至于像旧毛线团那样散开，更不会那么快就踏上那条缓慢却不可逆的细胞死亡之路。在实验室里，科学家对龙虾的组织做检测，发现几乎看不到明显的老化迹象，不管这只龙虾本身有多老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有人说，龙虾是不朽的，是不会死的。当然，它们并不是真的不会死，但这句话背后确实有点科学依据。它们的身体并不会像我们这样按部就班的衰老，生育能力不会随着年龄暴跌，器官也不会一块块关机，也不太会像哺乳动物那样堆出一堆典型的老年病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，
理论上他们可以一直这样运转下去。单靠活得太老这件事本身并不会要他们的命。如果你把天敌、疾病、意外，还有人类周五晚上的龙虾大餐都拿掉，从理论上说，龙虾真的有可能无限期的活下去。那既然不是老死，到底是什么把它们带走的？答案有点古怪，一定程度上是龙虾自己写死了自己的命运。龙虾全身裹着一层坚硬的外骨骼，这层硬壳可以帮它们挡住掠食者，也能抵御物理伤害。但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这层外壳本身是死的，龙虾没办法在壳里面继续长大，想要继续变大，它们只能整套把旧壳脱掉，这个过程就叫蜕壳 molting。 你可以把蜕壳想象成脱下一套勒得要命的紧身盔甲，然后在里面再长出一套更大一号的新盔甲。随着龙虾年龄和体型越来越大，蜕壳这件事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难，越来越耗身体，它们的外壳会越来越厚，要把这层壳撑开撑裂也就越来越费力。一旦哪次蜕壳没有顺利完成，龙虾就可能被半卡在旧壳里，变得极度虚弱，很容易被疾病或天敌收掉，更别说每一次蜕壳都要消耗巨量能量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样这个危险又耗能的蜕壳过程，也是龙虾唯一能完成交配的窗口期。交配的时候，雄性会把精子排入雌性体内一个特殊的储精囊，在这个结构里，精子可以被保存好几个月，等待之后再慢慢受精。之后，雌龙虾会留在雄性的洞穴里待上差不多2周，等自己的新壳逐渐变硬。等新壳彻底硬了，它就会离开。大约再过9到12个月，一只成熟的雌龙虾就能一次性释放大约10万枚卵，没有巢，也几乎谈不上什么保护，只是一整团飘在水里的生命云，其中绝大多数都会很快消失不见。听上去像是一个开局就很狂的生命故事，对吧？其实完全不是，在那成千上万枚卵里，真正能活下来的不到1%，其他的要么被天敌吃掉，要么被洋流冲散，要么就是压根没活成个体。从这么离谱、这么冒险的开局里，只有极少数最后会长成那种看起来永远不会老的甲壳类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年龙虾。一只50岁的龙虾可以长到身长超过70厘米，体重超过20磅，这大概是它刚出生时长度的600倍，体重是一开始的100万倍。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这个夸张程度，想象一下一名刚出生的人类婴儿，身长大约20英寸，体重6到7磅左右。如果人类也像龙虾这么长下去，到了50岁，你差不多要长到接近300米高，将近1000英尺，体重超过3000吨，比一架客机还要重。要维持一个这种体量的身体运转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离谱的是，龙虾最后其实就是被这一点拖垮的。到了某一个节点，它们的体型会大到从物理上根本不再具有可持续性，继续蜕壳，也就是它们赖以生长的唯一方式，会变成一件难度和风险都高得离谱的事。不是说它们的细胞、器官被年龄慢慢磨坏，而是单纯因为体型太大，让生存条件变得不可能。所以龙虾并不是像大多数动物那样因为变老而死，而是因为物理世界给它们画了一条看不见的红线，阻止这种近乎无穷无尽的生长继续往前冲。不过我们一开始的问题还没完全说清楚，一只龙虾如果真的活得太久太久，到底会怎样？说白了，答案既简单又有点黑暗。对于这么一只看起来还挺可爱的生物来说，它的终点并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决，也不是电影里那种戏剧化的战斗场面。真正杀死它们的是一种缓慢爬行、无声无息的功能失效。就像前面说的，随着龙虾不断长大，每一次蜕壳之间的间隔会越来越长，次数也越来越少。年轻的龙虾
一年里可以蜕好几次壳，但等它们真的老到50岁、70岁，甚至逼近100岁的时候，光是为了一次蜕壳做准备，就可能要耗上好几年。这时候所需的能量会飙升到一个恐怖的程度，每多尝试一次，失败的风险也跟着水涨船高。最终有些龙虾会干脆停止蜕壳，不是它们自己决定不蜕了，而是下一次蜕壳根本就再也没有发生。它们的身体卡在那个临界点上，想迈过去，却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完成，没有新壳可以换上，它们就被困在一副越来越不合身、越来越僵硬的外壳里。从技术上讲，它们也许还活着，但已经很难再继续长大，行动也越来越受限，更容易被感染、被压力拖垮，最后从内部慢慢崩溃。对那些在野外捕获到的大型龙虾做解剖时，科学家经常能在它们身上看到明显的壳病痕迹、肌肉萎缩以及内脏承受的巨大压力。这些问题在它们生命的黄金期几乎是看不到的，就好像它们的生物学程序还准备继续跑，但支撑这个程序的硬件结构已经开始一块块垮掉。尽管如此，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怪物个体。有记录的最大龙虾是在1977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外海捕到的，这家伙被记录的体重大约是20公斤，差不多44磅，身长超过1米。老实说，那几乎已经不能叫一只普通龙虾了，更像是一只穿着装甲、长着巨大钳子的海底巨兽。科学家估计，它至少已经活了100年以上。当然了，龙虾又不会带出生证明，所以大家只能根据体型和壳的状况来反推年龄。你也可以想象，要给一只不会变老的动物推算岁数，确实挺难的。毕竟，理论上它们不会变老，对吧？更有意思的是，它也不是唯一的奇葩。在所谓大自然怪胎俱乐部里，这种超大型龙虾其实隔几年就会有人从深海里捞上来一只，往往是在深海拖网捕捞的时候，顺带把它们一起带上来。这些龙虾代表的是那些在海里熬过了漫长岁月的个体，几十年如一日的躲避天敌追杀，熬过疾病，还一遍遍挺过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蜕壳的幸存者。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当龙虾长到这种体型，它们其实已经站在悬崖边上，距离死亡往往只差一次失败的蜕壳。事实上，很多巨型龙虾身上都能看到严重的磨损痕迹，壳被划得坑坑洼洼，断掉的肢体，钙化僵硬的关节，有些甚至已经几乎抬不动自己的大钳子。它们看上去并不是海底世界的超级战士，更像是一辆辆只凭惯性和运气在锈蚀中勉强前行的老旧坦克。其中一只比较有名的就叫乔治 George。据说这只龙虾在纽芬兰附近被捕获时已经有140岁左右，后来还一度被关在纽约的一家海鲜餐厅里。在舆论压力之下，人们最后还是把乔治放回了大海。但即便在那个案例里，海洋生物学家也指出，以它的体型和推测年龄来看，这基本就意味着它其实已经接近自然寿命的尽头了。像这种体量的个体，几乎不可能再完成一次完整的蜕壳，就算勉强尝试，成功率也近乎为零。而一旦没办法再换上新壳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，没错，龙虾的确可以长到惊人的体型，寿命可能超过100年。但残酷的真相是，它们长得越大，离崩溃就越近。现实里，它们真正的平均寿命，雄性大概在31年左右，雌性也就在54年上下。这就是所谓龙虾不朽背后那点安静的讽刺。它们不是被岁月淘汰，而是被自己的极限卡死在路上。迟早有一天，这套系统会被推到上限，然后彻底崩掉。再神奇、再特殊的生物，最终也逃不出自然规则的约束。对龙虾来说，这条规则就是，如果你没办法再蜕壳，那你也就没办法继续活下去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点个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
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探险。